先讨论一下主要的原因。去年呢，2023年6月，RSCC 在 EE 里面搞了一个分组邀请 （Category-based Invitation），主要分了有6个组，其中一个组呢就是法语能力类 （French Language Proficiency）。那这个组呢，从2023年6月一直到2024年10月初，这个时间段大概邀请了3万多人，这占了整个分组邀请这个操作里面的将近50%的一个比例。所以呢，现在非常多的人在学法语。法语邀请的这个分数区间，过去1年呢一直在浮动，有的从最低的370多、330多，到高的时候380多，大概就是在300多分到400多分这个区间内。这个分数呢，比在EE池子里边的 General Draw 500多分左右呢，其实是低很多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都会选择学法？在学法语的路上呢，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点，那就是必须语言达到 NCLC7，也就是对应的 CLB7。在这个分数系统里面呢，CLB7对应的就是大概要到法语 B2 的一个水平，是 Upper Intermediate 的一个能力。不光 EE 的分组邀请里面需要达到 CLB7 的这个法语能力，包括我们安大略省的一个工作经验类的省提名，这个是可以给1加600分的这种省提名，它对于法语类的语言也要求达到 CLB7。NCLC7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在 FSI 这个机构就是专门给美国外交官培训语言的一个机构，他们预计呢，法语是一个 Category 1的 Foreign Language， 对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来说，大概需要每周大概需要30周左右，总共需要大概600到750个课时来完成的，来达到一个3的熟练度。那S3 呢，其实对应的就是 B2 的这个熟练度。那等于说，对于一个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如果想要学到 B2 600到750母语为非英语的人来说，这个需要的时间呢，可能会是更长的。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吧。如果有人说我只想学一个法语，哪怕在EE里面加分，是不是也有帮助？那注意，如果你不能到 CLB7的话呢，法语作为第2语言，这是EE的打分规则。法语作为第2语言呢，它加的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比如说你学到 CLB5、CLB6的话，那它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分数。OK。另外一点就是法语有一个additional points 在EE里面的加分呢，它要求同样是要达到 NCLC7的。所以呢，无论如何，当你在学法语的时候呢，需要考虑到的一个点就是自己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学到 CLB7。